够3000万就收手。3000万不够，3亿吧。今天这支影片呢，是我觉得 YouTube 上面唯一一支特别详细并且完整介绍币安交易所的这样一个教程。那不管你是喜欢使用到手机的 APP 操作，还是喜欢用电脑的网页端进行操作，我保证今天的视频你一看就能懂，一看就能会。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非常期待与各位观众老爷相见。那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就手把手教大家来使用全球排名第一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Binance 交易所。那么如果你是刚进入币圈，或者是你是加密货币的新手玩家的话呢，那这期影片就是专门为你来制作的。除了分享全球排名第一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外，我会把我学到的所有东西都展示给你看，从如何注册币安交易所，如何完成币安交易所的 KYC， 如何在币安交易所上面使用法币去买卖加密货币，以及使用币安交易所进行现货交易、期货、永续合约交易等。除了这些所谓的交易而言的话，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什么样的功能，通过这些功能去达到最大的这样一个收益啊。那同时还有一些高收益的 Launchpad， 我们应该怎样去参与呢？我都会把这些一一的分享给你。那因为我们其实有看到大部分的用户其实还是主要在玩一些合约呢，包括现在目前主流的交易所呢，币安在内啊，已经其实非常详细的为大家提供了多样的一个投资工具。那如果我们只用这个交易所来炒合约的话，那其实是有点大材小用的。这就很像我们其实有一个武器库，我们在面临不同的敌人的时候呢，应该使用到特定的武器去攻击它，你才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基本上我们不可能选择同一把武器就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如果你还不会使用币安所为你提供的这些武器的话，那或者是不知道如何使用，什么时候使用，那岂不是很可惜？今天这期视频呢，我就会教大家在币安交易所上面使用所有这些类型的投资工具应该如何使用，以及在什么样的时间使用它会比较好。对于任何人来说，投资加密货币，我个人都觉得应该是先选择平台，再选择策略，最后才是你选择要投资什么样的币种。那么币安交易所呢，作为目前世界上全球排名第一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从我刚开始使用到现在呢，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币安交易所一直都在完善，一直在更新各种各样的投资工具来满足用户的需求。那币安这个交易所成立于2017年，至今已有7年时间。那在安全性方面呢，其实币安交易所是非常具备安全性的。那从它成立到现在，虽然经历过非常多的黑天鹅以及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攻击啊，但是币安交易所呢，始终保持着一个零风险的状态，并且一直在持续的不断公开披露币安交易所上面所有用户资产的一个透明情况，那并且在努力的全球范围内啊进行合规的拓展。币安的目标呢，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简单方便的去买到自己所喜欢的加密货币。那我们可以转接到相对应的 CoinMarketCap 上面可以看到，在目前全球加密货币交易所里面，交易所现货排名第一的，我们可以在币安交易所上面可以购买到超过400种的加密货币。那同时它是排名第一，那评分是在 9.9， 基本上是最高评分了。那么第二名的话是那个 Coinbase， 我们的 OKX 平台的话是在 7.6 的评分排名第4。除了购买到400种加密货币的交易所，那么在衍生品方面呢，币安交易所它也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我们可以从第三方平台 DeFi Llama，那在这个中心化交易所资产储备证明这个列表里面啊，我们点开到相对应的币安这边，币安交易所也是排名第一的。那这个列表的话是根据所有中心化交易所持有资产的一个降序排列啊。那通过这个降序排列，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币安交易所呢是全球持有加密货币资产最多的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并且币安交易所和其他交易所不同的区别在于资产体量之间的一个差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差距还是很大哦，这已经不是差不多相当于6到7倍左右。那我们点进去可以看到这个储备的详情，
通过这个曲线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虽然整体资产的话是起起伏伏，但随着其实牛市的到来的话，币安交易所还是全球加密货币交易用户的话选择最多的交易所之一啊。那经历过很多币圈黑天使的老用户应该都知道，我们应该学会如何自己去看数据，判断一个事物的好坏，那为自己负责。那同时我也会把今天的这样一个 CoinMarketCap 以及是 Defolama 的这样一个平台放到视频的简介区，然后方便大家进行查询。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通过此次的这个视频，大家也可以自己学会到这些第三方数据网站上面去查看各种各样对你有所帮助的数据。那在币安交易所上呢，我们刚刚提到有超过400种的加密货币，那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标的呢，都是以上币安交易所为荣，所以我们能够在币安交易所上面去购买到的加密货币呢，一般都不会特别差。当然，币安交易所上面肯定是以比特币、以太坊这样的主流加密货币资产流动性是最好的，但是其实也有很多最近出来的一些热门的迷你币，或者是其他热门的一些代币，在币安交易所上面的流动性呢，也都是全球第一的。那所以基本上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只要币安交易所上面有的代币，它的流动性呢，一定是全球加密货币交易所里面最好的，并且交易体验也是相对于来说就最丝滑的。但是呢，随着币安交易所产品越来越完善，那其实币安交易所也有最大的一个缺点，这边也是会暴露出来的。它就是随着可能功能的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多加密货币新手初学者刚刚使用到这个币安交易所的时候呢，常常会觉得非常复杂。就像其实它虽然有很多板块页面当中有一些相对应的名词，但其实我们如果不去稍加的翻译的话，其实你也不知道这些是具体做什么。你可能只知道它的合约，你可能只知道它理财，就比如说我们单论合约、U 本位合约和 B 本位合约，什么是 U 本位，什么是 B 本位，以及期权。你会觉得眼花缭乱，不知道如何来使用，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认真看完我本期视频的重要原因啊。本期视频将会分为3个板块，板块1内容注册以及完成身份的 KYC 认证，包括如何提升自己账户的安全性。板块2的内容是如何进行就是买卖到自己的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加密货币，以及如何去卖出等等类似的。那么板块3的话是关于一些币安交易所这个提供的功能，也就是武器库，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去使用到这样一个武器，以及我们如何去使用这样一个功能。那在真正开始板块1内容之前，还是要去说呀，数字货币投资它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那在这个行业里面呢，没有所谓的低风险收益，也没有所谓的无风险收益。其实在币圈呢，很多风险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控制的，而且收益很可观的理财。那今天这个币安的这里啊，那我着重介绍一下对于我们这些新手初学者散户，如何在币安上理财赚取低风险无风险的被动收入。那最后呢，我会为您介绍一下币安的 Launchpad 的功能啊，那以至于像行情啊、广场啊，以及像一些 NFT 矿池的支付的功能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去了解。那如果我们使用到的是这样一个网页版的话，我们可以在视频简介下方的这个链接可以来注册币安的交易所。那其实也就是在这个板块当中使用到我们这样一个推荐码为68398907。那你使用到这个推荐码的话，可以享受到币安现货 35% 的合约， 25% 的永续手续费减免。只要你去输入到这个之后，你不要觉得它输入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作用或者等等，其实它是可以再让你使用到，就是你不要小看这个手续费减免，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帮你省下很多很多钱，这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填写这样一个邀请码。然后当我们填写完这个邀请码之后，那首先是我们要先去注册到自己的邮箱或者是手机账号，然后进行登录，输入完自己的密码之后，它会出现一个推荐码，然后你把我们的推荐码68398907输入进去即可。那我这里是使用邮箱注册的，注册完成之后会收取到邮箱的验证码，输入进去之后开始到设置密码，相对应的密码完成之后的话，推荐码在这里，然后勾选这个其实勾不勾选没有关系，我们输入完成之后就可以点击下一步，然后
然后这边就可以点击到下一步，我们这边其实就已经注册完成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登录到这样的一个主页面当中，然后这边会需要填入到一个认证啊，直接就开始在这里认证啊。那么这边就按照它的这个要求来，那么首先需要找到我们的国家，选择完相对应的国家之后的话，点击到继续。那么它这里的话会再次勾选上，那么我们姓什么，然后出生年月日等等。个人信息页面我就不再做任何的视频演示了，那同时也是为了节省时间。它这里随着那个个人姓名和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输入啊，它这里有身份证和护照的验证方式啊，那我们随机勾选一个就可以了，身份证也可以，护照也可以啊。只要我们完成初级身份认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到币安交易所的所有功能啊。那么确实只是需要完成这个标准的认证，那么它需要等待72个小时的审核时间。另外告知一下各位小伙伴，那么你在使用到节点 VPN 的时候的话，尽可能不要选择到美国节点，因为它是不可以使用的，它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麻烦。那小伙伴你要去斟酌一下。我自己的 IP 节点切换的话是在日本和新加坡，到时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那它是其实没有那个72小时的身份认证，那伴随着我们身份完成，如果你币安作为你长续永远就是可能长久使用的一个账户的话，这边我个人建议啊，那你这边点击到你的这个个人详情，那我们首先转到这个界面当中，然后点到账户的这个账户安全。您看一下您这个身份就是安全检查的这个认证啊，那我们尽可能的话都会去勾选一下，比如说我们电话号码需要去进行一下保存，我们的邮箱去注册一下，然后我们的身份的验证器啊，这都是为了保护你账户的安全。那么说完板块1的内容的话，我们紧接着进入到板块2的内容，如何获得自己的加密货币。那我们首先转接到相对应的一键买币的这个页面当中啊。那作为一个新手用户，也就是个小白用户，你现在手上可能只有法币，法币的话就是我们的人民币。那你现在要做呢，就是将你手中的法币去兑换成加密货币。那怎么去兑换呢？怎么去购买呢？那首先我们点下确定啊。那么在这里的话就是非常的通俗易懂，有买入和买出，有快捷区和自选区，到时候我会勾选一下。那我们所有的交易都是 C2C 的这样一个交易模式啊。那么它在这个快捷区的话是零手续的这样一个购买。那我们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支付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可以选择到我们自己的那个人民币啊，你可以选择勾选到 CNY 的这样一个国际缩写，我们相对应的找到这个，那其实就是我们所对应持有的人民币。然后我们来购买相对应的 USDT。那这个 USDT 呢，它其实就是美元稳定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它就是美元。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汇率呢是兑换成，比如说我们输入到1的 USDT 的话，相对应的我们要支付 7.37， 它的预算价格在这里啊。那么人民币对那个美元的那个兑率的话是 7.37 啊。然后并且这个快捷买币的话，它是零手续购买的。我刚刚已经详细说了，汇率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但是它这里也提示了，为了保护资产的安全，将对买入资产实行 T+1 的提币限制。那这里什么是 T+1 的提币限制呢？就比如说你买到了这个加密货币，你可以直接就在这个币安交易所当中进行使用，所有任何的东西都可以进行使用，但是你要在1天之后才可以进行提现，这是为了保护账户的安全，买卖双方的安全。那么卖出呢，同时也是非常简单啊，你有多少 USDT 你就卖入多少，你可以选择你想卖多少就卖多少，这个没有关系啊。同时你想在底部的话选择你想收入的这个加密货币的那个币种啊，你可以选择不一定是我们的人民币，也可以选择是其他国家的法币，都可以。那这里的话就简单的先去输入一下比如说我们输入进口的话是在100块，我们可以获得到 13.56 的这样一个那个 USDT。 那我们点到零手续购买，然后这里会出现付款方式有3种，支付宝、微信和银行借记卡。那我们目前看到支付宝的这个汇率最低啊，那么它的这个费用最低啊，价格是最优的。然后我们这边就确认购买。
然后这里的话是那我们先要去进行一下那个手机短信的这样验证啊。它这个形式就是相当于是支付宝，我们在平台上把钱付给卖家，卖家把币转给我们，那么卖家的币呢是托管在币安交易所上面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诈骗和资金安全。那么当我们使用到支付宝这种线下的方式给这个卖家去转账之后的话，那么点击到这个我已完成付款通知对方，那么卖家检查完无误之后的话，就会点击收款。那么币安交易所呢，就会把相对应的这个 USDT 转接到你的当前账户当中。流程非常简单，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那么当然，除了这一个，那我先取消一下这个订单然后取消完订单之后，这边同时也有一个自选区。那自选区什么意思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入到，它这里其实也是有相对应的买入和卖出。这里也有一个买入和卖出，那买入买出到加密货币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想使用的法币买入购买加密货币的这种种类，我们可以选择到 USDT、US， 选择 BTC 或者是其他的加密货币都可以，但一般 99% 的人都会选择买入到 USDT 这个法币。那么在这里的自选区买入的话，所有的买入一定要注意卖家的成交量和我们的成交率对比，一定要这样子。那么这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比如说它这个大飞的手笔，那么成交量是在52，那么虽然是100%的成交率，但它单量太少了，单量太少会造成一种就是你比如说你在那个淘宝上去买东西，你会选择一个成交量比较多的商家呢，还是选择成交量比较少的商家？虽然它可能成交率的对比的话都差不多，那肯定会选多的，因为多的话不会有说就风险会降低一些，对吧？那大概也就这样意思。除了可以直接使用到法币，然后购买到加密货币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把其他交易所、其他钱包里面的加密货币呢充值到币安的交易所当中来啊。那怎么充值呢？我们把这个当前的鼠标放到充值的页面当中，你会看到充值的加密货币。然后这边进入到相对应的这个页面当中，那首先你要选择你需要在这个币安账户当中有什么样的币种，选择完成之后的话，你对应的链的钱，那比如说我今天以 OKX 这个钱包为例子举例一下，转我就不转，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行。那这边水都没有说完，比如说我这个是建立在那个 BNB Smart Chain 链上的，那我就选择到这个链上，然后进行一下那个扫描一下，然后进行充值就可以，但它大概需要等待6分钟左右。然后这里就是我们以上板块2的内容，那么板块3我要去详细介绍币安的任何这种就是它在这里的功能性啊。尤其介绍一下现货交易以及杠杆交易，那么包括是一些合约U本位合约以及币本位合约。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板块3的内容。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现货交易。其实现货交易它就是买卖加密货币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买卖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这样的现货。现货交易呢是比较适合那些看好比特币、以太坊后续发展的，那么想要去购买这个币种的，比如说比特币以太坊或者是其他加密货币等的赚钱的这些兄弟们，他们想要在这种现货交易市场当中进行赚钱，基本上只有一种方式，那么就是低买高卖，只能做这样一个方向。因为现货交易它是没有任何杠杆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比特币或者以太坊，甚至是你所想要的加密货币它出现货币下跌，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爆仓风险。那么进入到这个页面当中，如果你是一般的新手用户或者小白用户呢，可能会觉得比较复杂，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些在跳动的字符以及是相对应的图形，有种在上数学课的感觉。那我们把它拆开几部分来看，其实很简单。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进入到这个页面之后，左上角这个 BTC 和 USDT 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着比特币对 USDT 的交易对，那么这个 USDT 呢是以 USDT 为单位为计价单位的交易对，代表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把比特币卖成 USDT， 那同样也可以把 USDT 买成那个 BTC， 两者是交换的。那么它旁边的话是那个实时的价格呢，目前是在66860多，那么还是在跳动不断浮动的这个价格边缘当中那么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话是一个蜡烛的图表。
我们可以通过切换不同的时间的，那在它这里有啊，不同的时间的维度啊，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人做交易啊，一般都是会根据这个蜡烛图表来做这样一个交易的。那如果你不会判断牛熊，如果你还没有属于到自己一套的这个交易系统的话，那我强烈建议啊，你去多研究一下这个市场啊，多找找这个规律啊。那比特币说是4年，那今年是作为第4年，那看一下它最终的一个走向呢，像前段时间还是有不断的上涨的趋势啊，那最近是有回调。然后除了中间这个部分呢，我们最大的区域这个蜡烛图表除外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有红色和绿色的，那这个对应什么呢？中间还有比特币的这一个实时的价格，它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订单铺这个区域啊，整个区域就相当于是订单铺，是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个交易方式啊。红色代表了卖方，绿色代表了买方。我们在这个中心化交易所上面去买卖比特币，这时候对方其实并不是交易所本身，而是交易所上面的其他用户。那有些人想买，有些人想卖，中心化交易所呢就负责把这些买卖订单撮合在一起，那最终撮合成这笔交易。那所以我们在左边这个订单铺上就可以看到，红色代表了市场上就这些人，那他们想在什么样的价格去买卖这个比特币啊？去卖这个比特币。那绿色就代表市场上的人，他想要什么样的价格去买入这个比特币。中间呢就是一个实时的价格表，那跟这个应该是相对应的啊，跟这个的话和这个是相对应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右边的这一个选择区域啊。那最右边的话其实是一个标记的选择区，我们可以在查询这个地方呢，就在这里我们可以搜索到我们所感兴趣的加密货币，或者是我们想要去买卖的加密货币。因为我们想要去，那比如说我们查询一下 ETH， 那它对应会出来这一些，底下呢首先是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 USDT 啊，或者是那个 TUSD 啊等等类似的。 TUSD 的话也是他们相当于这个平台当中的法币了。那我们想要去买卖的话，直接点击到相对应的这一个，那么就进入到这样一个交易或者那比如说我们点到那个 ETH 的 BTC， 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板块当中。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一些限价或者是市价这种类似的，那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没有什么。这里限价、市价或者是止盈止损。那限价的意思就是呢，我想以一个价格去购买一定数量的加密货币。那比如说现在以太坊的价格是，比方说以太坊的价格是3441.59美金，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想在1000美金的时候去买入这样一颗那个 ETH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去修改一下，修改完成之后的话，它这里就会对应呢，比如说我们这边修改成为1000，那我知道肯定没有这个可能，我只是今天作为一个对比啊，那这就会购买到1。那这里是看我可用的这个是我们那个限价这样一个操作，那你这边勾选到买入就可以。那市价的话就是当前的市场价格，你觉得还可以，这个市场价格能接受的，那你这边去选择到你所对应的那个 USDT， 你要买多少就可以，是不是非常简单？那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就用限价的这个卖出卖出那个卖出相对应的那个 ETH 或者是市价上当中的话，去卖出这个 ETH 都是可以的。那么它能让我们的委托都完全的这个成交虽然可能相对来说市价跟限价，市价的手续费会高一点，但是呢市价可以让我们的委托都完全的成交，不会让我出现挂一个订单的情况下。那如果限价的话，你这边买入或者卖出的话，都会有个订单铺，订单铺的话就在这里，那么也是当前委托这个板块当中，你可以把它取消掉，这个没关系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相当于就买入了 ETH 和卖出了对应的 ETH。那么止盈止损功能呢，它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类似于这个限价或者是市价委托。那么本质的逻辑是，假如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我们需要对应的做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我想设置一个触发金额，那它这个比如说触发的金额是在3000，然后当以太坊
下跌到3000的时候，那你以多少样的价格然后去购买，那就以3000的这个价格去购买多少，你想要多少颗 ETH， 那这个就叫做止盈止损。那这个就可以称之为是计划委托，或者是当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触发一个委托之后，我会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去购买多少，或者是卖出多少，那卖出也是对应的，这个叫做止盈止损。那现在呢，你已经会使用到了币安交易所所提供的现货交易的功能了。那买卖加密货币的现货啦，或者等等，对你来说都已经非常的小儿科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合约。我们将鼠标移到顶部的话，然后我们找到合约的这边，那这里有体现到 U 本位合约和 B 本位合约，还有期权。来解释一下 U 本位合约呢，它就是我们以 USDT 作为保证金交易的永续合约，衍生品对于我们的保证金是 USDT， 那是美元嘛，我们赚的也是 USDT， 我们赔的也是 USDT。 这里合约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首先要持有这个币才能去够开它的合约，那让我们赚的这个币，同时那既然赚的是这个币，那赔的话也是这个币。那么现在目前 90% 以上的人啊，基本上都会选择到 U 本位合约啊。那我们来看一下 U 本位合约是什么，然后以及是怎样进行这样一个操作。那一般新手用户呢，用到币安的永续合约的界面，可能会觉得较为复杂，感觉跟之前那个差不多。那我们同时还是会把它拆分成几个部分来看一下。那首先我们再看一下最上边的这个，那 BTC 和 USDT永续合约，那它就代表了它是以 USDT 作为保证金交易。当我们把鼠标移到这个上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就是它就会出现其他加密货币的一个永续合约列表。那如果你想要交易其他加密货币的永续合约呢，可以直接点击对应的加密货币，然后就可以进入到相对应的加密货币的永续合约的界面了。那右边的这个66865点一直在浮动的，那它是比特币和 USDT 永续合约的价格的这样一个详情啊。那这里会有一个相对应，那我先把这个在开始之前要先开户，我们首先开通一下那个合约账户，开通一下。那我们这边点到下一步，然后确定开始交易。那这里的话会出现一个资金费率的这一个小标题吧，把它称为小标题，你可以理解成为一个持仓费啊。本质上资金费率呢，它是一个锚定永续合约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不会太偏离的这样一个机制啊。那当市场当中做多人多的时候呢，那多头就要给空头付利息。那当市场当中做空的人比较多的时候呢，空头就要给多头付这样利息。这样就能够保证这个期货价格不会偏离现货价格太远。那因为永续合约它是永远不用交割的合约，所以其实资金费率这一部分呢，是能够有一些无风险套利的机会。那如果你对资金费率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稍微斟酌研究一下。那任何在市场当中的投资的话，都还是有风险性的。你可以先去模拟不需要花费任何的费用。那我们这边的话，再去看到下一方这个最大的图例，又是这个蜡烛图表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蜡烛图表是什么样子的啊。蜡烛图表最右边是它这样一个划线区啊，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这样一个工具呢。我屏幕太大了，那个工具区我就出不来。然后的话，我们先看到那个最右边啊，最右边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订单谱，那这里就比较明显了，它就直接跟你说了。在那个现货当中我们就已经讲到了，那红色代表什么呢？红色代表卖出哦，然后绿色代表买入。我们的交易对方呢，那不是交易所本身啊，再次重复一下，我们其实是交易的是用户对用户。那有些人想在这个价格买入，有些人想在这个价格卖出。交易所呢，只是负责来撮合中间的这个数字的话，也是对应着相对应的这个市值价格。然后的话，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最右边，它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进行操作的操作区啊。我们可以通过最右边来去做多或者做空比特币，来通过这个方式来赚取比较丰厚的利润。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下，我们在这个操作区当中，首先可以看到它有个逐仓，我们点击到相对应的逐仓，那它这里的话有一个全仓和逐仓啊。
那逐仓和全仓有什么区别呢？就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全仓的话，全仓的保证金模式呢，就是相当于你账户当中，比如说你有100块钱，虽然你只用了100块钱里面的1块钱去开仓或者是开多做空比特币或者是怎么样，那但实际上本质上面的话，你的100块钱全是作为这1块钱的仓位的保证金了。那如果你这个仓位爆掉的话，那不好意思，你会损失掉你账户的100块钱。那如果是逐仓呢？逐仓的话，这个模式的话，假设你还是有100块钱，那你只用了1块钱去开仓，即使你这个仓位爆掉了，你也只会损失这1块钱，不会损失到其他账户当中的99块钱。所以对于一般新手来说的话，一般都只会建议用到逐仓，不会用到全仓。那我们这边点一下确定。联保模式啊，因为我新手，因为我是新手，所以他没有办法开到这个，那我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示了。那这个就很抱歉了，就不能给大家做详细的一个逐仓的一个演示了。那这里点击它不会让我去跳转。然后其实我可能是需要完成这个答题我就可以了。那我这边简单概括一下，因为这个视频实在是太长了，我们就稍微简短一点。然后这边确认完逐仓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保证金后面呢还有一个相对应的杠杆啊。那么杠杆有1啊，有多少呢？它这里会有相对应的倍数，你选择你所喜欢的倍数，然后进行一个开杠杆。那比如说我们喜欢15倍，或者是这边可以自己去勾选。这个就是杠杆倍数啊。然后我们这边比如说就点一下确定，然后这边就会相对应的它其实也有现价、市价和现价的止盈止损，包括应该是触发的价格啊等等类似的。那其实是跟我们那个现货交易是一模一样的，就一模一样的，就没有做任何的那个改动啊。现货交易的话，你如果不懂的话，你现货交易那边你就仔细听一下好了，或者是你自行研究一下就可以。那选择相对应的杠杆倍数，然后确定好了保证金模式，我们看到底下的话就是会有这样一个，那这边就开多或者是开空。这里不会做任何投资意见，任何在市场上进行这样一个投资的话，都有可能会让你损失到很大一笔钱。所以市场有风险，然后合约需谨慎。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那这边我们讲完了这些之后，我们开始紧接着板块4的内容。那其实今天只有板块3我后面又多加一个，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提一下。那么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这样一个 Launchpad 的这样一个功能，那它其实什么呢？它是核心挖矿的这样一个功能，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功能。Launchpad 的前身呢，它其实就是交易所的 IEO， 那其实上就是相当于这些中心化交易加密货币交易所当中首次开发发行代币，可以理解成为就是一个公司在日斯达克去首次公开发行，它叫 IPO， 甚至后面改名成为 IEO 呢。那自从17年开始的话，绝大多数加密货币的项目呢是没有办法或者没有能力去现实世界当中去做 ICO 的，而且大家也知道 ICO 是犯法的。所以呢，其实在一些有能力的项目都会去一些比较大的交易所去首次去公开发行他自己的代币。那通过币安的官方人员呢去帮大家研究这些项目靠不靠谱啊，或者是那如果币安或者币安的官方人员都觉得这个项目比较靠谱的话，那他会把这个好的项目放到这个 Launchpad 的平台当中。然后对于我们这些散户呢，就可以其实就是相当于可以在上面去参与这些优质项目的首次公开发行。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从参与的这些 Launchpad 当中赚到一些不多，但是会赚到一些钱。然后这种其实你说算不算是天上掉钱的机会呢？我感觉也算吧，但是它其实还是有一些潜在的门槛或者条件的，它也不是每天都有。而且就算机会来的时候呢，也不是说你想投多少钱就能够投多少钱的。那至少我们之前看到的话，那些比如说像蓝筹派的项目啊，用户买到的都是赚钱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如何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币安的 Launchpad 当中啊。那首先我们这边有一些，那当前它的主页了，它有 Launchpad 的以及是新币挖矿。那这里简单说一下新币挖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个正在挖矿的一个新币的一个新项目啊。那么首先这里我刚刚说了 FDUSD 的话，它其实相当于这个平台当中的法币啊，那么一样的等同于是 USDT 这样的。
那这边我们可以点到相对应的那这个，它这里是其实就已经完成，这是之前的那个活动，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就好了。那我们这边点击到这边相对应，那它其实是有2个池子，一个池子呢是质押一下那个 FDUSD， 一个池子是质押 BNB。那么相对应的这2个池子当中，如果你手中持有 BNB 或者是 FDUSD 的话，那么你都可以质押到里面去参与这个免费的挖矿。那这里面的 FDUSD 呢，本质上是比较稳定的，它的价格不会出现较大的浮动，也不就是它其实是稳定币了，相当于是稳定币。那如果你手中有它的话，你可以把它存到那边去。那么7天之后，那它有4天啊，那也有7天的，应该是有的，有5天的，也有7天的。那这边是4天啊。通过相对应的天数，可以平分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奖励啊。那如果你手上有 BNB 的话，那也是一样的情况，你把 BNB 质押到这个 BNB 奖池当中，最终通过你质押的份额平分到这么多个奖励。而且这些奖励都是白嫖的，同时你手中的这些币都不会减少，他们在你这个期限挖币周期完成之后，都会统一放回到你当前的那个账户当中啊。所以其实都是币安交易所送给你的奖励，给你的。那最后的话，不管你有多少 FDUSD 或者是 BNB 当中的话，你都可以进行这样一个投入。那么这样的钱的话，那其实不赚白不赚。然后这里是 Launchify， 那么它这里的话应该是最近新出来的一个新功能嘛，你感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我相信有很多人其实他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他可能只是用来做一些合约交易或者是期货交易的这种形式。那我刚刚也说了，那大家还是要去多多研究到每个平台当中的使用。那同时今天介绍这个币安的话，我知道时间有点长了，但其实我今天还是没有特别的啰嗦，基本上我把我懂的我知道的全部都给大家就观众老爷介绍完了。由于我是一个行业内算新手小白，我也是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一步步走过来的。如果当中视频当中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有错误的地方，我恳请各位观众老爷手下留情，或者是你在评论当中指出我的错误，然后我去认真的学习和更改。然后在这里就感谢大家，那我们就今天这期视频就结束了，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